嗨，亲爱的书友们，欢迎来到书海时光，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赶快关注我们，一起畅游书海，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大家好，今天我要向大家推荐一本充满魔幻现实主义色彩，宛如来自神秘梦境的小说《佩德罗·巴拉莫》。这本书的作者是墨西哥文学巨匠胡安·卢尔福。卢尔福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就像一位孤独的行者，在墨西哥那片广袤而神秘的土壤中汲取着创作的灵感。他的一生作品不多，但佩德罗·巴拉莫却如同一颗璀璨的明珠，在世界文学的星空中闪耀着独特的光芒。这本书自问世以来，便引起了文学界和广大读者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它不仅仅是一部小说，更像是一扇通往另一个世界的大门。透过这扇门，我们能窥探到人性深处的复杂，社会的黑暗与历史的厚重。那么，这本书究竟有着怎样的关键价值呢？它就像一把神奇的钥匙，能够开启我们对于人性、社会和命运认知的新维度。对于读者而言，阅读这本书可能会彻底颠覆你对传统小说叙事方式的认知，让你沉浸在一个充满奇幻与现实交织的世界里。它能让你感受到文字的力量是如此强大，能够构建出一个如此真实却又虚幻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你可能会对人性中的善恶、爱恨、忠诚与背叛有更深层次的理解，也能让你对拉丁美洲的历史文化和社会风貌有全新的认识。它就像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内心深处那些被忽视的情感和思考，激发我们去探索那些隐藏在日常生活背后的真相。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当现实与虚幻的界限变得模糊，我们该如何分辨真实？就像在佩德罗·巴拉莫的世界里，死亡不再是终结，而是另一种存在的开始。人们可以在生与死之间自由穿梭，灵魂与肉体似乎没有了明确的界限。这种独特的设定让我想起了著名导演英格玛·伯格曼，他曾在他的电影中深入探讨过生死与现实的边界问题。在他的电影《第七封印》中，死亡骑士与主角的对话和博弈，就如同佩德罗·巴拉莫中生者与死者之间的交流一样，充满了对生命本质的哲学思考。这种对生死界限的模糊处理，不仅是对传统观念的挑战，更是一种对人类存在意义的深刻追问。一魔幻现实主义的叙事手法。佩德罗·巴拉莫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就是其魔幻现实主义的叙事手法。这种手法将现实与幻想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创造出了一个似真似幻的世界。在书中，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场景：死去的人像活着一样与生者交谈，村庄仿佛被一种神秘的力量所笼罩，时间在这里失去了它原本的意义。这种叙事方式背后的理论原理在于对拉丁美洲独特的社会现实和文化传统的深刻理解。拉丁美洲有着丰富的神话传说和民间信仰，这些元素为魔幻现实主义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在作者看来，所谓的现实并非仅仅是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还包括人们内心深处的信仰、传说和情感。从应用角度来看，这种叙事手法能够极大地增强小说的艺术感染力。它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不断打破对现实的常规认知，产生一种强烈的陌生感和新奇感。比如在书中，有一个情节是佩德罗·巴拉莫的儿子米盖尔骑马穿过村庄，而村庄里的人都对米盖尔的死亡心知肚明，但他的身影却依然清晰可见。这种情节设置就像在我们的认知世界里投下了一颗石子，激起了层层涟漪，让我们开始重新思考生与死、真实与虚幻的关系。这种手法的好处在于它能够更深刻地反映社会现实。在拉丁美洲的历史中，存在着许多残酷的社会现象，如压迫、贫困和暴力。魔幻现实主义通过将现实与幻想结合的方式，将这些社会问题以一种更加隐晦但又极具冲击力的方式呈现出来。它让读者在感受奇幻故事的同时，也能深刻地体会到社会底层的苦难和无奈。人物形象的塑造与命运悲剧。佩德罗·巴拉莫是书中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人物形象。他是一个复杂而矛盾的人物，他既是科马拉村的统治者，又是一个被命运捉弄的可怜人。从人物形象塑造的理论角度来看，卢尔福赋予了他多面性。佩德罗·巴拉莫是一个精明、狡猾、残忍的庄园主，他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择手段。他可以无情地剥削村民，甚至不惜使用暴力手段。然而，在另一方面，他也是一个被爱情折磨的男人。他对苏萨娜、圣胡安的爱既深沉又扭曲。这种复杂的人物性格塑造，使得佩德罗·巴拉莫的形象栩栩如生，仿佛他就生活在我们身边。从命运悲剧的角度来看，佩德罗·巴拉莫的命运就像是一出希腊悲剧。他一生都在追求权力和爱情，但最终却一无所有。他的权力在时间的洪流中逐渐消逝，他所爱的苏萨娜、圣胡安也离他而去，他的儿子米盖尔更是死于非命。这种命运的悲剧性在书中通过细腻的描写展现得淋漓尽致。例如，在佩德罗·巴拉莫得知苏萨娜、圣胡安的死讯后，他的那段内心独白：我曾无数次地想象过他的死亡，但当他真正来临时，我却感到如此的无助和绝望。我的世界在这一刻崩塌了。这段话深刻地揭示了佩德罗·巴拉莫内心的痛苦和无奈。
也让我们看到了命运的无情。这种人物塑造和命运悲剧的应用方法在于让读者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我们会为佩德罗·巴拉莫的残忍而愤怒，为他的爱情而叹息，为他的命运而感到悲哀。通过这种情感共鸣，读者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小说的主题，即人性的复杂和命运的无常。3. 社会批判与历史反思。佩德罗·巴拉莫不仅仅是一部关于个人命运的小说，它更是一部深刻的社会批判之作。从社会批判的角度来看，小说对拉丁美洲的社会结构进行了无情的揭露。科马拉村就像是一个微型的社会，佩德罗·巴拉莫的统治象征着封建地主阶级的压迫。在村庄里，村民们生活在贫困和恐惧之中，他们被地主剥削，被社会所抛弃。作者通过描写村民们的悲惨生活，批判了这种不公正的社会制度。例如，在书中有一个情节是村民们为了生存不得不向佩德罗·巴拉莫祈求一点粮食，而佩德罗·巴拉莫却冷漠地拒绝了他们。这种描写让我们看到了社会底层的苦难，也让我们对这种压迫性的社会制度感到愤慨。从历史反思的角度来看，小说反映了拉丁美洲的历史变迁。科马拉村的历史就是拉丁美洲历史的一个缩影。从殖民时期到独立后的混乱时期，拉丁美洲经历了无数的苦难和动荡。卢尔夫通过描写村庄的兴衰，让我们看到了历史的残酷和无情。在书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历史的沉重氛围，那些古老的传说、破败的建筑和被遗忘的往事，都像是在诉说着过去的故事。这种社会批判和历史反思的应用方法在于促使读者思考社会问题。当我们阅读这本书时，我们会不自觉地联想到现实社会中的类似问题。我们会思考社会的不公、历史的教训以及我们作为个体在社会中的责任。通过这种思考，我们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社会和历史，也能更加珍惜我们所拥有的生活。4. 语言的细腻描写与氛围营造。卢尔夫在佩德罗·巴拉莫中对情感的描写细腻入微，营造出一种独特的氛围。在情感描写方面，无论是佩德罗·巴拉莫对苏萨娜·圣胡安的爱，还是村民们对生活的无奈，都被刻画得淋漓尽致。例如，在描写佩德罗·巴拉莫对苏萨娜·圣胡安的爱时，作者写道，他的爱就像是一团燃烧的火焰，炽热又充满痛苦。他愿意为他付出一切，哪怕是自己的生命。这种描写让我们感受到了佩德罗·巴拉莫爱的深沉和强烈。在氛围营造方面，小说中那种神秘、压抑、孤独的氛围让人印象深刻。科马拉村仿佛是一个被世界遗忘的角落，死亡的气息弥漫在空气中。作者通过描写村庄的破败景象、死者的地狱和生者的迷茫，营造出一种令人窒息的氛围。例如，在书中有一段描写，夜幕降临，科马拉村陷入了一片死寂，只有风在废墟中穿梭，发出低沉的呼啸声。佩德罗·巴拉莫独自坐在庄园里，周围是死一般的寂静，他的内心充满了孤独和绝望。这种氛围营造让读者仿佛置身于一个充满魔幻色彩的世界中，与书中的人物一起感受着那种复杂的情感。这种情感描写和氛围营造的好处在于它能够增强小说的感染力，它让读者更容易地沉浸在故事中，与书中的人物产生情感共鸣。同时，它也为小说的主题表达服务，使得读者在感受情感和氛围的过程中，对小说所探讨的人性、社会和命运等问题有了更深刻的理解。综上所述，佩德罗·巴拉莫是一部具有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的作品。它以其魔幻现实主义的叙事手法、复杂的人物形象、深刻的社会批判和细腻的情感描写，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充满奇幻与现实交织的世界。这本书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它对拉丁美洲社会和历史的反应，更在于它对人性本质的深入探讨。我呼吁大家阅读这本书，并尝试去践行书中所蕴含的思考方式和生活态度。当你翻开这本书时，你就像打开了一扇通往另一个世界的大门，你会被罗尔夫那神奇的笔触所吸引，进入到一个充满神秘和魅力的世界。你会开始思考那些关于人性、命运和社会的问题。你会感受到文字的力量是如此强大，能够触动你内心深处最柔软的角落。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书就像宝藏一样，等待着我们去发现。佩德罗·巴拉莫就是这样一本书，它蕴含着无尽的智慧和情感，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品味。希望大家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感悟和启示，让这本书成为我们人生旅程中的一位良师益友。让我们一起走进佩德罗·巴拉莫的世界，去感受那奇幻与现实交织的魅力，去探索人性深处的奥秘，去思考社会和历史的沉重话题。相信我，这本书会给你带来前所未有的阅读体验。